大家好，这里是圣诞妈妈。这次分享我在坐月嫂时照顾这位满满小朋友过程当中预防喷射性吐奶的经验。这个方法我总结为树袋熊喂奶姿势、树袋熊拍嗝法和分段式拍嗝方法。那据我观察，满满小朋友的喷射性吐奶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胀气吐奶，第二个是胃食管反流吐奶。胀气吐奶主要是指在吃奶的过程当中吃进了空气。我们大人更要在喂奶过程中用自己的听觉来观察宝宝的吸吮、吞咽和呼吸这3者的节奏和频率，来判断宝宝有没有吃进空气。大家一定要去看我另外一个视频，是14个宝宝真人演示如何通过呼吸节奏、吸吮和吞咽的频率、衔乳姿势来判断宝宝呛奶、厌奶、喷射性吐奶的原因。胀气吐奶分以下4种情况。第一种是宝宝太饿了，吃太急，屏住呼吸，咕咚咕咚吞好几口奶，不一会儿就因胀气哭闹不肯吃。第二种是奶速太快，宝宝跟不上节奏，导致咳嗽、呛奶、吃进空气。第三种是鼻塞导致呼吸困难，需要停下来呼吸，又需要吸吮和吞咽，它就会 struggle 在那儿。这3种都会因为呼吸跟不上吸吮和吞咽的频率，容易造成呛奶、咳嗽、吃进空气。第4种是舌系带过短，导致衔乳姿势不对， latch on 的姿势不对，吃奶时有吧唧吧唧或者 click click 的声音，这样容易咬破乳头，甚至吞进空气。而胃食管反流吐奶是宝宝平躺、仰躺都很容易喷射性吐奶，这是因为胃部贲门太松，平躺、胃部折叠或身体位移时就更容易喷射性吐奶。了解了以上5个喷射性吐奶的原因，我们就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首先检查宝宝是否有舌系带过短的问题，其次用耳朵去倾听，而不是用眼睛去看宝宝有没有鼻塞，然后用滴鼻液、电动吸鼻器给宝宝清理鼻屎。再次，不要在宝宝太饿的情况下面用过快的奶速喂宝宝，这样更容易吃进空气，导致吐奶。通常我们都是把宝宝仰躺在大人的腿上喂奶，喂奶时我们也经常忽略呼哧呼哧的鼻塞呼吸声、吧唧吧唧、click click 的吸吮声音和咕嘟咕嘟的吞咽声音。在宝宝从仰躺喂到竖抱喂的变换过程中，直接就喷射性吐奶了，更别说让宝宝坐在大人的腿部、扭转胃部进行拍嗝，这些动作都特别容易喷射性吐奶。虽然母乳胸喂是按照肚贴肚、胸贴胸、鼻尖喷乳头的方式进行喂养，但是在宝宝从左胸换到右边胸吃奶，或者是从横卧位换到竖抱位进行拍嗝的过程当中，也很容易喷射性吐奶。这就要求我们在喂养喷射性吐奶的宝宝时，无论是胸喂、平喂还是拍嗝换尿布，我们都要保证宝宝在这一连串的动作当中，身体保持竖抱的状态，就像树袋熊妈妈竖抱着树袋熊宝宝一样。接下来演示的树袋熊喂奶方法和树袋熊拍嗝方法，是基于以上5点吐奶的原因和一个始终如一竖抱的原则而进行的。首先铺2层隔尿垫在我们大人的肚子上，方便宝宝在吃完奶之后直接在我们身上换尿布。其次，让宝宝趴在我们的胸口，侧着头进行平喂。此时如果宝宝太饿、吃太急，出现吧唧吧唧的吸吮声，或者是咕嘟咕嘟的吞咽声，那么我们应该立刻停下来喂奶，并进行安抚和拍嗝。此时可以采取虚拍法，轻微摇晃椅子，安抚宝宝，等宝宝安静下来后再继续平喂。每30毫升停下来拍嗝1次，依旧保持如今竖抱的姿势。即使是这样竖抱，宝宝也会自己抬抬头就把嗝打出来了。如果拍不出嗝，可以站起来走动走动，但是始终要保持竖抱的姿势，不要改变。接下来换尿布也要在大人身上换，不要平躺在尿布台上换。我会在3种换尿布的方法的视频中详细讲解。喂完竖抱20分钟，尽量侧躺大斜坡，不要平躺。最后欢迎大家点赞、转发、订阅小铃铛我的频道，谢谢。